次东征，蒋某曾有言：战至一兵一卒，绝不后退。陈哥，你是要陷校长于不义呀！这也许是蒋介石早年间最狼狈的一天。作为2次东征的总指挥，他所率领的黄埔第3师，由于贸然前进，被军阀陈炯明的主力军包围，兵败如山倒。而就在他灰心丧气，准备杀生成仁之时，却有一个人将他一把背起，冒着密集的炮火，不顾一切地往山林间奔跑。这个人正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学生，名字叫陈赓。1925年10月，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广东，军阀陈炯明退出广州之后，占据了东江一带，欲重整旗鼓，卷土重来，妄图摧毁广东革命政府。为清除北伐后患，革命政府举行了2次东征。东征军的主力军是黄埔军校的学生，并由校长蒋介石亲自挂帅，兵分3路会师东进，目标直指陈炯明的老巢东江重镇惠州。然而当蒋介石的中路军推进到华阳地区时，却遭到了陈炯明主力部队包围。活捉蒋介石！活捉蒋介石！我蒋中正就是孙武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堂堂总指挥落到这步田地，蒋介石心灰意冷，拔出了腰间的短剑。请校长审。然而一众黄埔学生都力荐他突围，陈赓更是一把将他背起，踏山涉水，一口气冲出了敌人包围圈。随后他又独自跑了100多里地，向周恩来所率领的第1师搬救兵，才终于解了蒋介石的围。东征军越战越勇，11月底，叛乱平定，广东统一。诸位，我们今天的胜利是各位精神团结、努力作战的结果。表彰会上，蒋介石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陈词，并且表示继承孙总理的遗志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。当时还是国共合作蜜月期，黄埔军校在苏联的帮助下刚成立1年多。蒋介石任校长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，以及后来抗战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国共将领，也都在列期间。在众多的黄埔学生中，陈赓、蒋先云、贺中涵3人被称为黄埔3杰，后人传言蒋先云的笔，贺中涵的嘴，凌不过陈赓的腿，可见陈赓的机智勇敢。没有你，我蒋中正死矣。为东征胜利，万死不辞。好，你就做我的侍卫参谋吧。是，校长。由于陈赓在战斗中表现英勇，蒋介石将他留在身边担任侍从参谋，并且为了表达对陈赓的信任，蒋介石常有意把公文密件堆放在桌上，或是故意打开抽屉钥匙放在桌上就走。陈赓为人正直，此时又是国共合作鼎盛时期，因此并无二心。可偏偏某天晚上，陈赓像往常一样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，查看是否留下明早要办的事项。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份名册，里面标注的是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。陈赓无意间翻了翻，却发现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画了红圈，在他自己的名字旁边还有一行批注：此人是否共党，不可让他带兵。显然蒋介石还不确定，但陈赓的心却凉了半截，因为他早在3年前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，加入了党组织。随后他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周恩来。陈哥，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现在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，一切都变了。周恩来对蒋介石的野心也有所察觉。第2天，陈赓便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条子，托辞母亲病重请假回家。蒋介石露出一丝狡黠，他明白陈赓是个聪明人，不会无故提出辞职的。你是不是看过这个呀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？是。陈赓毫不掩饰的回答，反而让蒋介石大受震动。不行，陈赓是他最欣赏的学生之一，更何况还救过他的命。你必须退出共产党，跟我走。不行。陈赓再一次拒绝了蒋介石，他实在不相信陈赓是他们那一伙的。看着这个倔强的学生，蒋介石不再勉强。
这些都是校长让我给你的，足见器重之深呐。随后蒋介石就叫胡宗南送来了船票和路费，还有一张委任状，上面写着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学校中校队长。中校队长的职级在当下他同窗中已经是最高职务了。委任状我就不要了，大洋我留下。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还是没能留住陈赓的心。离别在即，他约了东征时的几个老同学一起去了最后一餐，其中包括之后历任国民党军第1军军长的胡宗南和李铁军，历任国民党军第18军军长的黄维，历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，历任国民党军第14军副军长的熊寿春等人。我把这杯酒喝了，从前的情谊就此一刀两断。铁军，我去意已决。酒席宴上，性格耿直的李铁军因政见不同，将酒一饮而尽，便提前离去。黄维和熊寿春也一再挽留陈赓。胡宗南见劝阻不成，便与陈赓约定，日后两人如果在战场相见，一定全力以赴，这也是对双方最好的尊重。好，他们要革的是我的命。是校长。不是。校长办公室里，蒋介石越想越后悔，像陈赓这样的人绝不能为他人所用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随即他让代理教育长钱大钧立即带人去抓捕陈赓，但等钱大钧到宿舍一看，哪里还有陈赓的影子。1926年3月18日，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经过周密策划和部署，蓄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。他们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，命令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到黄埔厅后调用，随即谎称共产党阴谋暴动，下令戒严，并且调动军队逮捕了李之龙。随即他又找借口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，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武装。这完全是国民党右派蓄意制造的阴谋，你们完全背弃了总理的教导，是对国共合作的破坏。准来。然而当时的左派力量根本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。中山舰事件后，所有在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被迫撤出。通过这次事件，蒋介石不仅打击了共产党，而且还压制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，大大提升了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。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，为之后国共彻底分裂埋下了伏笔。陈赓将军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，是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，也是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奠基人。他传奇的一生经历过北伐、南昌起义、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解放后他被授予大将军衔。另外他也是之前讲解过的亮剑系列中八路军386旅旅长的原型。之后将结合相关影视作品，进一步为您解读陈赓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，敬请关注。将儿女情长，折叠好藏进戎装。